时隔5、6年，萧炎终于踏上了营救药老的征程，而这等进度明显是打算年前把药老救出来。接129集，随着萧炎从星域归来，玄空子三人便把他带到一间密室。根据丹塔1年来的情报，他们已经确定了药老关押的位置。而后，玄空子取出一卷地图，说道：“萧炎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药尘很可能就被关押在西北地狱的亡魂山脉，那里寒气极浓，还有诸多棘手的嗜血魔兽。另外，魂殿对药尘颇为重视，看守他的力量或许足有5名斗尊。”萧炎听完，深深吸了一口空气，5位斗尊放眼中州，也足以血洗一流势力。如果不是解救药老，他定然不会去冒如此风险。萧炎算了算，我方有小医仙、天火尊者、天妖魁，再加上后面的风尊者，应该能勉强应付一下。不多时，一旁的玄一提醒道：“你们唯一需要提防的是，最好不要遇见魂殿的天尊，因为天尊是尊老中级别最高的强者，即便是那木谷老人也没资格成为天尊。”闻言，萧炎眼眸微眯。如此说来，魂殿天尊至少也是5星斗尊左右，而这种层次，他们将无人能够应付。瞧得萧炎难看的脸色，玄空子摆了摆手道：“天尊在魂殿地位极高，区区一个分殿有5位斗尊看守，已是很高的逼格，再来个天尊就有些过了。”萧炎闻言微微点头，这种时候也只能这样想了。会议完毕，萧炎收好地图，旋即他又捏碎了当初风尊者给他的玉片，如此只要待得风尊者赶到，他们便可展开营救行动。在接下来的时间中，萧炎沉浸在修炼地印诀的后3印。突然，他被小医仙焦急声打断。玄冥宗宗主陈天南带着有修罗之名的一尘上门闹事，他们要丹塔交出萧炎，因为陈天南之子陈贤正是被萧炎重伤，这才让木谷老人弄死在丹界。虽然秋灵劝他们去找真正的凶手木谷老人，但陈天南死活不听，他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让萧炎去陪他儿子。就在秋灵丝毫不肯交人时，一旁的一尘则仗着他是天冥宗未来继承人，便口出狂言道：“邱长老，玄冥宗是我天冥宗的下3宗之一，若是一宗之主之子的仇都不能报的话，那日后还有谁会信服我天冥宗呢？也罢，我此刻摆下擂台，只要那萧炎敢出来与我单挑，那今日便放他一马。”听得如此挑衅，萧炎也终于现出身形。既然阁下执意如此，若我萧炎退避的话，恐怕会抹黑了丹会冠军的名衔。此话一落，周围的观众都亢奋了起来，一个是丹会冠军，一个是赫赫凶名的天冥宗一修罗，这可当真是年轻一辈中的巅峰对决。听得萧炎答应，一尘森然一笑，而后他偏头对着陈天南笑道：“陈伯，这次让我带你出手，放心，我会让那小子尽快去陪你儿子的。”闻言，陈天南也掠过一抹凝色。不久，萧炎与一尘都来到广场之上。对于一修罗的名头，萧炎也有所耳闻，后者30出头便达到了斗宗巅峰，而且还闯出了赫赫凶名。至于萧炎，他刚收服完3000焰炎火，还未曾出手，如今有人上门来当视角时，他自然不会拒绝。很快，战斗打响，虽然比试规则是谁被震出擂台，那谁便输，但一尘一出手却尽是杀招，是血化骨手。雨落，一尘浓郁血芒暴涌，将萧炎包裹而尽。在这一刹，萧炎体内的血液竟有种沸腾的感觉。此人一身邪功，倒也有2把刷子。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萧炎3000连心火暴涌而出，将一尘的攻势彻底瓦解。见状，一尘不由得闪过一抹嗜血，不愧是丹会的冠军。算了，不想与你纠缠太久，到此结束吧。语罢，一尘立马发动天冥宗的凝血大法，这是靠蒸发体内血液而短暂实力暴涨。如此一来，斗尊之下，一尘几乎难觅敌手。伴随着实力暴涨，一尘一跺地面，其血爪立马对着萧炎心脏狠狠抓去。乔的攻击射来，萧炎由焚诀一火增幅的9星斗宗气息彻底爆发而开，滚！磅礴的气息令得一尘一惊，还不待他回神，萧炎包裹紫褐火焰的拳头便与一尘的鬼爪重重撞在一起，咔嚓一声，强悍劲风席卷而出。而在此次交锋中，一尘连退几步才稳住了身形。9星斗宗，瞧得萧炎跟他差不多境界，一尘不由得有些震动。据他所知，萧炎应该在4、5星斗宗才对，怎么就突然暴涨到这个地步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对方看上去不过20多，而自己早已超过30了，这对于向来自傲的一尘可是一个不轻的打击。此子今日必杀！心中咆哮一声，一尘拧出一柄血色长枪，对着萧炎一顿猛戳。当当当，萧炎躲过道道枪芒，最后竟还把对方的枪尖给夹住了。瞧得萧炎迅猛的反应，一尘脸色也越发的凝重。我就不信了，今日还收拾不了你！天冥修罗手！喝声落下，一尘身形一退，其手掌处的空间剧烈的波动而起，而这股冲天的杀伐之气令得在场人无不色变。居然连天冥宗的镇宗斗技都被逼出来了，
看来这萧炎也当真是了得，不过就是不知他能否接下。听得周围的窃窃私语，奕晨狞笑更甚，他这一掌可是真正斩杀过一名斗宗巅峰的。瞧得此景，萧炎反而涌上一抹淡淡的兴奋，而后他手印快速结动，开山印、翻海印、覆地印，伴随着3道光印融合，萧炎周遭空间也剧烈的波动而起，地印诀3印叠加，这等本事，即便在古族之内也少有人能融合得如此完美。3印刚刚融合，奕晨的天明修罗手也蓄势完毕，而后对着萧炎胸膛怒拍而去。就这样，金芒手印与血手狠狠地撞在一起，砰！惊天爆炸响起，连一些离石台近的人都被震到吐血。不久，在灰尘消散间，萧炎突然一拳轰在奕晨身体之上，令得后者在地面上狠狠地查飞出擂台。望着那满身鲜血、极为狼狈的奕晨，满场寂静。这天明宗的杀伐修罗今日竟然败了。在满场寂然间，萧炎缓缓现出，此刻他连衣衫都还整洁如初。瞥了一眼狼狈的后者，萧炎拱手笑道：“幸不辱命，承让了。”听得此话，奕晨扑哧一声就是一口老血暴涌而出。瞧得一脸铁青的奕晨，萧炎轻轻地把玩着一枚血色纳戒，这是他刚刚交战时从奕晨手指上强行拔下来的。嘿嘿，既然你输了，这便当收一点利息吧。好了，你可以带你的人滚了。见状，奕晨气得老脸一阵抽搐。他本来还想凭借击败萧炎来提高自己的威望，可如今不仅颜面大损，还让那小子打劫了一番。混蛋，将我那戒还来！在另一边，陈天南则是一抹森冷杀意。此子不仅碾压了天明宗的一修罗，而且他在炼药术上也是傲人战绩，若放任其成长，定会成为大患。一想到此，陈天南便对着萧炎爆射而去。没教养的小子，比试切磋居然强抢他人之物，难道你的老师没教过你什么叫礼节吗？瞧得陈天南突然出手，一旁的秋灵脸色猛地一变。陈天南，你敢！对于秋灵的怒喝，陈天南犹若未闻。他此时对萧炎的杀意已经暴涨到了巅峰。而在陈天南拳头即将击中萧炎时，一道暗金色人影却瞬间出现在其面前，旋即天妖魁的拳头狠狠轰在陈天南手掌之上，哗嚓一声，陈天南连退10几步才停下。斗尊级别的傀儡，望着面前的天妖魁，陈天南心中泛起了滔天海浪。寻常人修炼一生都达不到这等层次，而此子连一具傀儡便是达到这等地步。瞧得陈天南吃瘪而退，一群玄冥宗强者立马抽出了手中的武器。就在他们冲上来之际，小医仙与天火尊者立马闪到萧炎身旁。望着突然出现的小医仙二人，陈天南脸色又是一变，2名斗尊，而萧炎这般阵容，即便玄冥宗掏出家底也无法与之媲美。就在双方再度僵持时，玄一冰冷的声音猛地响起：“陈宗主，今日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，若再闹下去，那便不要怪我丹塔不讲情面了。还有，奕晨，你若能代表天明宗以后与丹塔为敌的话，便可立马回去，我倒是要看看天明子会如何回答你。”见得连玄一都被惊动了，陈天南与奕晨脸色也是巨变，毕竟玄一不管是身份还是名望都远非他们可比，即便天明宗宗主天明子在此，恐怕都得对其客气有加。这一时间也令得奕晨冷汗如雨，他先前虽然嘴上说的厉害，但却也明白天明宗断然不会因为一个萧炎而得罪丹塔。下一刻，陈天南咬了咬牙，便带着人马转身而去。既然玄一会长出面，那今日的事便先到此为止，但若老夫查明真相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瞧得这群灰溜溜离去的家伙，萧炎轻蔑一笑，而后他继续回到屋内闭关修炼。在此期间，他还炼出了8品丹药茯苓清丹，来助天火尊者恢复到3星斗尊。不知不觉，大概半个多月后，风尊者带着一名面色古板的老者抵达了圣丹城。在丹塔一处恢宏的大殿内，面对风尊者的到访，玄空子立马笑脸相迎。风尊者，好些年未见，你依旧是那般逍遥快活。听得此话，风尊者摇摇头道：“哪有你这句头舒畅？我星陨阁与你丹塔比起来，不过一个小角色而已。”不久，在他们交谈间，萧炎也推门而入。一进入大殿，风尊者目光便在萧炎身上一顿，9星斗宗。当初刚见这小子时，后者不过刚进入斗宗，而且还需要他庇护才能安然走出风雷阁。如今才1年多，他便猛地飙升到9星了。侥幸而已。萧炎笑着走进大殿，在其身后还有小医仙与天火尊者，以及东张西望的紫妍。见状，风尊者目光又在小医仙和天火尊者身上一顿，就连面色古板的老者也是一抹凝重之色，因为这2人居然都达到了3星斗尊层次，而且还跟萧炎关系不浅的模样。这2位是？萧炎笑了笑道：“都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们此行的帮手。这位是小医仙，这位是天火尊者。”雨落，即便以风尊者的定力，也不由闪过些许震动。
这才1年多，萧炎身旁不仅多出2名3星斗尊的朋友，如今还在中州夺得了单会冠军，闯下了赫赫威名。呆愣片刻，风尊者便介绍起一旁的铁剑尊者，这位是我请来的帮手，铁剑尊者。原本我还请了其他强者来，不过他们一听到要与魂殿作对，便都有些退缩。而这位铁剑尊者，当年药尘对他有大恩，因此听到要去解救药尘，他便主动跟了过来。闻言，萧炎心中有些敬佩，而后立马对后者抱拳谢过。见状，铁剑尊者淡笑道：“我能报血仇是药尘助我，如今我血仇得报，已再无半点牵挂，只要能将那老家伙救出来，还他大恩，闯一下魂殿也算不得什么。”听得此话，萧炎也是默然。如今人手已全部集结完毕，加上天妖魁、小医仙、天火尊者以及风尊者2人，他们一方便拥有着5位斗尊强者，再加上萧炎爆发性的战斗力，即便面对6名斗尊也能一战。而这等阵容放眼中州已是极为不弱。一切准备完毕，6人次日便对着亡魂山脉暴掠而去。亡魂山脉位于中州西北地域，这里终年笼罩寒雾，若生人闯入，便极易困死在里面。不久，经过5日的赶路，几人终于抵达了亡魂山脉。不过由于这里雾气极浓，萧炎几人只能凭借灵魂感知，不断地深入山脉。突然，风尊者一声惊呼：“糟了，有事！食蚁群！”萧炎几人闻言，脸色猛地一变。是食蚁群虽然等级低，但数量却是千百万级，根本杀不完，而且一旦打起来，很可能会惊动附近魂殿的眼线，到时再想就要老就棘手多了。